今天我们来聊聊地球上最神秘的一座墓，它的主人是2200多年前统一天下的千古一帝，它的规模相当于78个故宫，它的地下深处灌满了数十吨甚至上百吨剧毒水银，而它的核心墓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亲眼见过。更可怕的是，1996年，当德国人带着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磁扫描设备来到中国陕西，对这座帝陵做了一次全身体检之后，扫描结果不仅震惊了在场所有考古学家，更让全世界意识到一件事：司马迁2000年前写在史记里那些听起来像神话的描述，竟然很可能全部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里面大概有什么，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团队敢打开它？是技术不够吗？是资金不足吗？还是说这座陵墓里真的藏着某些连现代科学都无法处理的东西？今天这期内容，我们就从头到尾把秦始皇陵的所有秘密一次讲透。故事要从2200多年前说起。公元前247年，一个13岁的少年登上了秦国的王座，他叫嬴政。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这不过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可他从坐上王位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做一件所有同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他开始给自己修坟墓。你没有听错，13岁就开始修自己的陵寝，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战国时代，诸侯王生前造陵早已蔚然成风，嬴政只不过是把时间提前到了即位之初。他请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设计师李斯操刀规划，又委派能臣章邯监督施工。陵墓选址在秦岭北麓的骊山脚下，背依骊山，面朝渭水，风水上号称龙脉所在。按照古代帝王的造陵传统，选址必须依山傍水。秦始皇早早就盯上了骊山这块宝地，谁都不许动。更夸张的是，这座陵墓的修建工程从他13岁开始，一直修到他49岁暴毙，甚至到了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又接着修，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39年，动用了70多万囚犯和民工，70多万人修了39年，这是什么概念？万里长城也不过动用了几十万人，而且长城好歹是一条线性工程，可秦始皇陵是一座深埋地下、结构极其复杂的地下王国。秦始皇本人大概以为自己能长生不老，还派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出海求仙药，结果仙药没找到，徐福也再没回来，反倒自己在第5次东巡途中暴毙于沙丘平台，终年49岁。有人猜测他是吃了太多含重金属的所谓仙丹而中毒身亡，也有人说是过度操劳加上连年征战。不管原因是什么，陵墓还没完全修好，主人就先住进去了。秦二世胡亥匆匆接手，又修了1年多才草草收工。据说封墓的时候，为了防止工匠泄露陵墓的内部构造，秦二世下令关闭墓门，把最后进入地宫的工匠全部活埋在里面。说到秦始皇这个人，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13岁即位，22岁亲政，39岁横扫6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他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匈奴，又修建了从咸阳辐射全国的驰道网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秦始皇，中国可能至今仍然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后世2000多年间，无论经历多少战乱分裂，中国人的终极目标永远是重归统一。这个政治基因就是秦始皇植入的，所以史称千古一帝，他确实当之无愧。但这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极度痴迷于永恒的控制狂，他不仅要在活着的时候统治天下，更要在死后继续统治。他不仅要让自己的帝国覆盖地面上的所有山川江河，更要在地底下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帝国。他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所以他的陵墓不是一座普通的坟墓，而是他为自己的灵魂打造的一个完整的地下世界。活人的世界有什么，他的地下世界就要有什么。宫殿、百官、军队、兵器、马匹、娱乐、珍宝、江河、星辰，一样都不能少。这种近乎疯狂的执念，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宏伟也最神秘的一座陵墓。那这座地下王国到底有多大？根据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多次勘探测绘，整个秦始皇陵园区的面积大约为56平方公里。56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主城区的面积，相当于78个故宫，跟一个小县城差不多大。陵墓本身呈近似方形，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四周还有大量的陪葬墓。而我们所有人都听说过的兵马俑，不过是这座陵园东侧的一个陪葬坑而已，连整座皇陵的冰山一角都算不上。目前已经探明的各类陪葬坑和墓葬就有400多个，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立的历史资讯。但真正让所有人魂牵梦绕的，不是这些外围遗址，而是那座从未被打开过的核心地宫。说到兵马俑，它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西洋村的几个农民在打井取水的时候，一锄头下去，居然挖到了一个陶制人头。农民吓了一跳，以为挖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消息传开后，考古人员赶到现场，越挖越精，越精越挖。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足以震惊全世界的地下军团，数千个真人大小的彩绘陶俑排列成严整的军阵，步兵、骑兵、弓弩手、战车兵一个不缺。更离奇的是，这数千个陶俑每一个的面部表情都不一样，高矮胖瘦也不同，仿佛是照着真人1比1复制出来的。秦朝的工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这支地下军团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但在那个震撼人心的瞬间，没有任何人意识到，眼前这支军团仅仅只是整座秦始皇陵园的9牛1毛。它就像一部超级大片的预告片，告诉全世界，主陵里面的东西只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从1974年到1979年，大批考古专家蜂拥而至，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系统研究，成功确定了地宫的部分墙体和墓道位置。1980年，在地宫西侧的陪葬坑中又挖出了精美绝伦的彩绘铜车马，青铜铸造工艺之精湛令全世界叹为观止。但对于主墓内部的情况，考古学家们始终一无所知。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考古队主要精力都放在挖掘陪葬坑上，对核心地宫的探索止步不前。传统考古手段根本摸不清地宫内部真实情况，而直接挖掘的想法被定陵的惨痛教训堵得死死的，怎么办？于是看得见摸不住的无损探测技术成了唯一的折中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6年，德国人带着他们的秘密武器来了。1996年9月的一个清晨，陕西临潼的骊山脚下仍带着夏末的余温。一支由中国和德国考古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正式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跨国合作，用核磁共振扫描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无损探测。为什么是德国？因为德国波恩大学的技术组经过好几年的攻关，终于确认改进后的核磁设备可以有效探测地下结构。消息传到中国后，立刻引起考古界高度关注，中方迫切需要先进技术来揭开千古之谜，德方则对这位东方传奇皇帝充满好奇，也想验证设备的实战价值。双方需求完美契合，合作协议很快敲定。核磁共振这东西大家都知道，医院里用它来检查人体内部有没有肿瘤，骨头有没有问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技术同样可以用来探测地下结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核磁信号来模拟地下的真实情况。简单来说，你可以把秦始皇陵想象成一具巨大的人体，而核磁共振就相当于给它做了一次全身扫描，让你在不切开皮肤的情况下看清里面的五脏六腑。100多位中德专家在皇陵外围区域打了5个小洞，将专门为陵园勘探改装的脉冲式核磁设备深入洞中进行扫描。整个探测过程紧张而漫长，专家们轮班守在监控台前，紧盯着荧幕上跳动的数据波形。每一个异常信号都可能意味着重大发现，每一次参数变化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而随着扫描逐步深入，地下30多米深处开始传回令人震撼的资讯。首先，扫描精确确认了地宫的位置和规模。地宫位于封土堆正下方，距离地面大约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主体呈矩形。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度大约15米，相当于5层楼，面积和一个标准足球场差不多。这个规模在全世界的帝王陵墓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地宫四周有极其厚重的夯土宫墙环绕，南北长460米，
东西宽392米，围成一个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巨大地下空间。宫墙最薄的地方也有4米，最厚的地方竟达到16米甚至22米。2002年的进一步验证还发现，在夯土墙内侧还有一道石质宫墙，双重防护。当年施工人员为了检测墙体是否合格，会站在远处用弓箭射墙，如果箭能插进去，那修好的墙必须推倒重建。每一层夯土只有5到6厘米厚，层层叠压，精致的不可思议。这堵墙的总高度达到约30米，从地宫底部一直延伸到高出当时秦代地面的位置，非常壮观。正是这堵超乎想象的宫墙，让秦始皇陵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扛住了一切。关中地区历史上曾遭受过8级以上的大地震，秦始皇陵墓室却完好无损。扫描显示宫墙至今保存良好，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盗洞或破坏痕迹。历史上，楚霸王项羽灭秦之后，曾调动大军试图挖开秦陵，但他光是对地面建筑放了一把火，烧了好几个月也没烧完。至于地宫，根本没能挖进去。传说项羽动用了30万大军挖掘，挖了1个月也只是动了些封土，连宫墙的影子都没摸到。后来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也试过同样无功而返。更有意思的是，据说东汉末年的盗墓高手们也曾多次尝试，有些盗洞的痕迹确实在扫描中被发现了，但没有任何一个盗洞穿透了宫墙。你想想，2000多年间多少人觊觎这座地陵里的宝藏，从农民起义军到职业盗墓团伙，从古代到近代，没有一个人成功进入地宫。这座陵墓就像一座不可攻克的堡垒，把所有人挡在了门外。而核磁扫描确认的这个事实，意味着地宫的核心区域很可能至今仍然保持着最初下葬时的完整状态。光是想想这一点就够让人激动了。为什么项羽30万大军都挖不开？除了宫墙的厚度惊人之外，秦始皇陵的整体设计也堪称防盗工程的巅峰之作。首先，封土堆本身就高达76米，相当于20多层楼。你要挖穿它，就等于在一座小山上打通一条垂直隧道。其次，地宫只有东西各一条墓道，而没有传统地陵常见的4条墓道，这大大减少了被从外部突破的可能性。再加上宫墙、石墙的双重防护，以及墓道里设置的机关弩箭和水银的剧毒屏障，这座陵墓简直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保险箱。古人用了最极端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帝王，而2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成功了。然而，接下来的发现才是真正让所有人坐不住的。扫描结果显示，地宫内部充满了超高浓度的汞蒸气，汞就是水银。其实，关于秦始皇陵地宫里是否真的有水银，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质矿产部物碳化碳研究所就对封土进行过土壤汞含量测量。1983年第7期的考古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报告称在封土正中央发现了一个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54个采样点中有1个点的汞含量高达1440亿分之一，其余53个点的平均含量约为250亿分之一。要知道，正常土壤的汞含量一般在 0.03 到 0.3 ppm 的范围内，封土中央的土壤水银含量超过普通土质将近300倍。而且这些汞并非封土本身所含，而是一种吸附汞，是从地宫深处挥发出来的，顺着土壤缝隙一路上升，渗透到封土里面。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地宫仍然处于封闭状态，因为只有在长久的密闭环境中，水银才能持续挥发并影响到上方几十米厚的土壤。2002年4月，中国更是把这项考古工作纳入了国家863高科技计划，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对秦始皇陵投入资金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地下考古勘察。这次动用了重力法、磁法、电法、放射性法、弹性波法、核磁共振法、地温法、测汞法等8大类22项物探手段，历时整整1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厚达40-50米的封土堆上用洛阳铲持续勘探，以传统方法验证高科技手段的结果，最终确认地宫深达30米，穿过了3层地下水，高度15米，相当于4层楼建筑，而且水银的存在被再次确认，含量远超之前的保守估计。但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发现是这个，
当专家把地宫内水银分布的探测图拿出来，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朝疆域图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中国地质调查研究院的研究员刘世义介绍说，通过物探证明地宫内确实存在明显的汞异常，而且汞分布为东南、西南强、东北、西北弱。如果以水银的分布代表江海的话，这正好和中国渤海、黄海的分布位置相符。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迹象灌输竟然是真的。2200多年前的秦朝工匠真的用水银在地宫里模拟出了一幅完整的帝国山河图。而且迹象灌输这4个字更加可怕，它暗示水银不是静止的，而是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在不断流动循环。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做到让水银持续流动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利用了某种虹吸原理或者机械泵的原始版本，但在没有打开地宫的情况下，一切都只能是猜测。而上据天文下据地理也得到了印证。考古专家段清波认为，秦陵地宫的设计理念是战国晚期以来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再现。墓室顶部象征天，很可能镶嵌住大量夜明珠或宝石来模拟日月星辰。墓室底部象征大地，以水银制作的帝国水系版图则是秦为水德的象征。秦始皇推崇五行学说中的水德，认为秦朝取代周朝的火德而立，所以秦朝的礼服旌旗都用黑色，而水银正是水德的终极体现。他躺在他的铜棺里，头顶是宝石的星空，脚下是水银的河流，身边是成千上万的陪葬俑像和奇珍异宝。他要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统治他亲手缔造的大一统帝国，这不是神话，这是被现代科技探测证实了的事实。更令人惊叹的是秦始皇陵的排水和防水工程。你要知道，骊山山潜水系属于红基扇孔系潜水及下部承压水类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地下水极其丰富，而秦始皇陵的地宫要穿过3层地下水往下修建，这对防水提出了极其严苛的要求。如果地下水渗入地宫，不仅水银会被稀释，文物会被浸泡，整个地下世界都会毁于一旦。所以秦朝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排水和阻水系统，地表建设了完善的排水渠，将骊山的雨水和山洪导向远处，防止地表水渗入封土。地下则修建了厚重的隔水墙体，像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箱子一样，把地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隔绝地下水。这套系统的效果有多好？2000多年过去了，地宫内部依然没有进水，墓室完好无损。在那个没有混凝土、没有现代防水材料的年代，秦朝工匠仅凭夯土和石材就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叹服古人的智慧。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秦始皇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依然保存完好？水银具有极好的防腐效果，如果他的铜棺确实漂浮在水银河上，那么在无氧、低温、水银防腐的多重保护下，他的遗体有相当大的概率保存得不错。当然，这只是理论推测，在不打开地宫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验证，但光是这个可能性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想象一下2200多年前那个统一天下的帝王，可能至今还静静地躺在他的铜棺里，保持着下葬时的模样。可是这么多水银到底从哪里来？有人推测地宫里的水银可能多达几十吨甚至上百吨，也有比较保守的学者认为大概在数吨到10几吨之间。即便如此，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按照明清时期四川涪陵汞矿的朝贡数量估算，每年进贡朝廷的水银只有300多斤，要攒出几十吨得几千年。那秦朝哪来这么多水银？曾担任10年秦陵考古队队长的段清波教授在他的专著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线索，他认为秦陵的水银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能来自陕西南部的浔阳县。浔阳距秦始皇陵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蕴藏着中国 20% 的汞矿。青铜沟大型汞梯矿已探明地质储量达14800吨以上，被称为中国的新汞都。而且有考古证据表明，浔阳的汞矿开采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附近山上还发现了大量古矿洞。从浔阳通往关中有一条古道叫子午道，2000多年前就存在，提炼出的水银人被马驮运到秦陵完全可行。另外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不得不提，八寡妇卿，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企业家之一。
家族垄断了巴郡，也就是今天重庆一带的丹砂产业。丹砂就是硫化汞，加热后可以提炼出水银。史记里记载，他主动向秦始皇进献丹砂。秦始皇为了感谢他，还专门修了一座怀清台。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一个寡妇能得到千古一帝的亲自嘉奖，可见他提供的丹砂数量之巨大。所以秦岭水银的来源很可能是多条供应链同时运转，浔阳的汞矿加上八寡妇清的丹砂，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产地的贡献。好了，水银的秘密讲清楚了，但核磁扫描的收获远不止于此。扫描结果还引导考古队锁定了一个编号为 K9801 的巨大陪葬坑。这个坑距离主墓只有200米，长130米，宽100米，面积达 1.3万多平方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是秦始皇帝陵园内面积最大的陪葬坑。考古队进行局部发掘后，一个更加震撼的景象浮出水面。坑里全部是石质铠甲和头盔，不是泥土做的，不是木头做的，是一片一片石头精心打磨出来的，再用铜丝串联在一起。一件石质铠甲平均由600片甲片组成，制造时间大约需要1年。光这一个坑里就有成千上万件，背后需要的工匠数量和工期简直无法想象。这座超级军备库的发现，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秦朝的军事后勤体系。以往教科书强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但对军制注墨不多。可这座 1.3万平方米的兵器库说明，秦朝已经建成了一套规模庞大的军工体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支撑横扫六国，未必那么迅速。此外，扫描资料还揭示了墓道和封土之间存在3重断层，对照古籍里下固3泉的记载，很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3层泉。技术人员钻探到26米仍未触及空腔，更加印证了地宫深不可测。扫描图上还出现了带状高密度斑块，被推测为大量堆叠的铜钱。经济史学者根据初步数据推算，其面值竟足以支持一支10万大军3年的军费，堪称一座地下国库。1997年中，德专家又进行了第2次核磁扫描，进一步确认和补充了细节。2002年的863计划更是用自主技术全面验证扩展了之前的结果。至此，科学界基本确认，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不是文学想象，而是写实记录。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旁证。考察队员在勘探过程中发现，骊山北侧靠近秦始皇陵的石榴树，在冬天气温降到零下12度时，居然还能正常开花结果，而封土堆南墙外的石榴树却冻害严重，根本无法开花。研究人员把石榴带回实验室分析，发现里面含有大量汞元素。正是因为地宫里挥发出来的水银渗透到了周围土壤中，起到了保温作用，才让这些石榴树能在严冬中盛开。想想看，一座2000多年前的地陵里的水银，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地面上的植物生长，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惊悚了。2000年代初的考古钻探还揭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秦始皇陵的封土堆里面竟然埋着一座9层高的夯土台建筑。你没看错，他在自己的坟头里修了一座9层高楼。专家认为这是供皇帝灵魂登冠出游的高台建筑，9级台阶的规模与秦始皇帝王身份完全吻合。可以想象皇帝的灵魂登上9层台冠，俯瞰宇内众生，继续管理他的帝国。这座建筑最终被封土完全覆盖，从外面看只是一座光秃秃的土山，里面却暗藏玄机。在陵园外城东侧还发现了200多座小型马厩坑，清理出了马坑、祭作俑坑等多种类型。陶盆里还残留着谷粒和稻草，一个完整的养马后勤系统活生生的在地下保留了2000多年。2019年又挖出了一尊金骆驼，暗示秦朝与西域可能存在比我们此前认知更早的交流。2022年又出土了一批百戏陶俑，展示秦始皇生前对杂耍娱乐的喜好。每一次发掘都带来新的惊叹，而这一切还只是来自外围的陪葬区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科技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为什么不直接挖开？为什么已经过了几十年还是不挖？是在等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个惨痛的故事。195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力主发掘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当年决定挖的时候，所有人都兴奋异常，
觉得这是揭开历史之谜的伟大时刻。然而当沉重的木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梦想变成了噩梦。墓室里的丝织品在接触空气后几分钟内就开始氧化变色，色彩斑斓的龙袍迅速发黑碎裂，化为飞灰。大量珍贵文物因为保护技术不过关，在出土瞬间遭到不可逆转的毁损。有亲历者回忆说，自己亲眼看到墓室里有藕片从左边拿到右边的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后来在特殊历史时期，连万历皇帝和2位皇后的遗骨都被拖出来焚毁。考古界把这次发掘称为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这次惨痛教训给中国考古界留下了永远的伤疤。有一位参与了定陵发掘的老专家后来回忆说，那些在空气中瞬间消失的丝绸让他做了半辈子的噩梦。每当有人提起要挖秦始皇陵，他就浑身发抖，因为定陵只是一座明朝皇帝的陵墓，规模和秦始皇陵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定陵里的损失已经让人心碎了，如果秦始皇陵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那损失将是定陵的成百上千倍。据说郭沫若后来又想发掘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及秦始皇陵，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批示：10年内不得开挖秦始皇陵。而这个10年的禁令后来事实上成了无限期的保护政策。国务院更是在1997年明确强调，对大秦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这条铁律一直延续至今。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也有类似教训。墓室里原本保存了2000多年的仙桃，一出土就化成了一滩水。你能想象吗？一颗2000年前的桃子在接触空气的瞬间化为乌有。而兵马俑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颜色的，红色的铠甲，蓝色的腰带，绿色的衣领，粉色的面部，每一个陶俑都栩栩如生，五彩缤纷。但一旦接触空气，表面的生漆底层会在短短几分钟内迅速卷曲脱落，带走上面所有的彩绘。考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颜色一层一层消失，却束手无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兵马俑全是灰扑扑的，那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我们是亲手杀死了他们的色彩。如果连陪葬坑的陶俑都会遭受如此严重的氧化损害，那地宫深处封存了2000多年的丝绸、竹简、漆器、书画一旦接触空气会怎样？答案只有4个字：灰飞烟灭。而秦始皇陵的地宫里很可能保存着大量先秦文献，这才是最让学者们揪心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了关东6国的大量史书，但他自己的宫廷里一定保留了副本。想想看，周易失落的另外2部，夏代的连山和商代的归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失传了。孔子的6经里有一经叫做乐经，至今下落不明。6国的史书都被秦军焚毁，但也许秦始皇墓里还有备份。但如果我们操之过急，一打开就让它们化为灰烬，那不仅是考古界的灾难，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严肃的考古学家听到赶紧挖开秦始皇陵这种话，都会摇头叹息。除了可能的文献之外，地宫里还可能有什么？根据史记记载以及核磁扫描的推测，至少包括以下这些。第一，秦始皇的铜棺和遗体，这是所有人最想看到的，但也是最不能轻举妄动的。水银具有极好的防腐效果，如果铜棺确实漂浮在水银河上，那么在无氧、低温、水银防腐的多重保护下，遗体有相当概率保存得不错。第二，宫棺百官，奇器珍怪，也就是各种宫殿模型、百官俑像，奇珍异宝。想想兵马俑的精美程度，地宫里的东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水银构成的江河大海和模拟天文的穹顶星图，这是秦始皇宇宙观的终极呈现。第四，人鱼膏做的长明灯。人鱼膏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鲸鱼油脂，有人说是儒艮的油脂，至今没有定论。如果地宫完全密封，那些灯早就因缺氧而熄灭了，但灯具本身可能还保存完好。第五，各种机关弩箭装置，如果这些能被复原，那将是研究先秦军事技术的无价之宝。第六，也许还有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有学者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兵马俑的发现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瞥见了秦帝国的一角，那么地宫的发现将相当于打开一扇大门，让整个秦帝国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政治制度、军事体系、经济结构、宗教信仰、
科技水平、艺术审美，所有这些我们今天只能从残缺的史书中猜测的东西，都可能在地宫里找到实物证据。秦始皇为了在死后继续统治帝国，几乎把整个帝国搬进了地下，这反过来意味着打开地宫就等于打开了一个被完整封存了2200多年的秦朝时间胶囊。所以你明白了吗？不是不想挖，而是代价太大，风险太高。这座陵墓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文物保护技术的瓶颈，工程规模同样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1976年发掘的陕西凤翔秦景公1号大墓是目前发掘过的最大先秦墓葬，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整整挖了10年才清理完成。而秦始皇陵面积是它的将近50倍，深度更深。有人估算，光是移除封土就需要上百亿经费，而且封土里面本身就有那座9层建筑和大量文物遗存不能用，挖掘机粗暴搬运，必须拿着刷子一点一点清理。去过兵马俑博物馆的人都看到过工作人员在坑里拿着小刷子一寸一寸的清理文物。秦始皇陵的主体要是也这么干，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而在整个过程中，你还需要建造一个跨度超过500米的巨型大棚，把施工区罩住，隔绝空气，控制温湿度。这样的大棚以目前的建筑技术根本造不出来。然后是水银的问题，几十吨剧毒水银封存在地下2000多年，一旦打开地宫汞蒸气，会瞬间释放出来。这不是戴防毒面具就能解决的，你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汞蒸气收集、处理、净化系统，而且这套系统必须在打开地宫的瞬间就能启动运作。以目前技术没有100%的把握，而如果汞蒸气泄漏到大气中，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将是灾难性的。史记里记载的机关弩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木质部件可能早已腐朽，但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至今锋利如新。如果地宫里的机关使用了同样材质，再加上水银的防腐作用，真的不能完全排除它们仍然具有某种程度功能性的可能。说到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这件事本身就匪夷所思到让人怀疑人生。1974年，考古人员从兵马俑坑里挖出了一批青铜剑，其中有一把被一尊倒塌的陶俑压弯了2000多年。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陶俑移开的瞬间，那把剑居然自动回弹，恢复了原来笔直的形状。更离奇的是，剑身表面有一层10到15微米厚的铬盐氧化层，这是一种防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要知道，铬盐氧化技术在西方要到20世纪才被发明出来，秦朝的工匠怎么会这门手艺？至今没有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如果秦朝在兵器制造上就已经掌握了如此超前的技术，那地宫里面的机关弩箭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谁都不敢打包票。另外，兵马俑坑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剑族，经过现代化学分析发现，它们的合金配比几乎完全一致，数以万计的箭头，每一个的含铜量、含锡量、含铅量都在一个极小的误差范围内。这说明秦朝已经建立了严格的标准化生产体系，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才开始搞标准化零件互换。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在他的兵工厂里实现了。所以你现在理解了吗？这座陵墓的主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君王，而是一个用超越时代的工业化思维来治国的天才。他的陵墓里面藏住的不仅是金银财宝，更是整个秦帝国最高的科技水平和文明成就。当然，机关大概只是次要因素，真正让所有严肃专家却步的是前面说的那些更根本性的原因。秦俑博物馆副馆长田径曾经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现在急于发掘秦始皇陵，那完全是一种短视的行为。2000多年来，地宫内的各种因素已经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发掘将是更加的保护环境。专家还推算过，如果使用传统的考古钻探技术，要全面了解秦始皇陵区地下埋藏情况，至少还需要200年。但好消息是，我们并不需要挖开它才能了解它。1996年的中德核磁扫描开创了一个全新时代，用现代科技无损探索古代文明的时代。此后，中国陆续引入了3维成像、激光扫描、高光谱遥感、地下雷达、多频航空磁测等先进手段，每一次都在不挖开陵墓的前提下揭示更多的资讯。也许在未来几十年里，微型机器人技术会取得突破，
我们能够放一台像蚂蚁一样小的摄影机进入地宫，拍遍每一个角落。也许某种新型密封材料的发明能让我们在打开墓室的瞬间就锁住所有有害气体。也许一种全新的遥感技术让我们无需打开任何东西就能像做全身扫描一样看清地宫里每一件文物的材质形态和上面的每一个文字。那一天会来吗？我相信一定会，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急什么呢？事实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回想一下1996年中德合作的时候，核磁扫描还是世界顶尖的技术，而到了2002年，中国就已经能够独立使用更先进的863计划技术来完成更全面的探测了。从201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纳米技术都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也许到了2050年或者2080年，我们真的能够制造出比苍蝇还小的微型探测器，让它们从一个极其微小的钻孔进入地宫，在不扰动任何物品的前提下完成全方位扫描。也许那时候的3维重建技术已经先进到可以在地面上构建一个完全1:1的地宫虚拟复原模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像走进真实的地宫一样去体验2000年前的秦帝国。那不是比简单粗暴的挖开它要好得多吗？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陈纯教授说过一句话，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开掘地陵，这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考古界形成的共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学会了一个道理，有些东西不动它就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最后让我们回到1996年那个秋天，德国技术组负责人克劳斯后来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了一句话，未曾打开就已感受到那个王朝的呼吸。这句话道出了无损探测的全部魅力，让历史的脉搏在荧幕上跳动，而文化却不被惊扰。秦始皇陵已经在地下安然沉睡了2200多年，这本身就说明地下环境是最适合文物保存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去破坏这种天然的保护呢？项目组的素白教授在成果报告会上只说了2句话，数据已足以佐证史实，打开未必会有更大的收获，不开可留给未来更好的技术。会场随后陷入长久的沉默，决议也因此定调，继续封存。2200多年前，一个13岁的少年开始为自己建造一座永恒的地下帝国。39年后，他带着他的帝国一起沉入大地。又过了2000多年，我们用最先进的科技，隔着35米厚的泥土，终于窥见了他帝国的轮廓。水银的江河也许还在流淌，宝石的星空也许还在闪烁，9层高台上也许还站着那个幽灵般的帝王，俯瞰着他永远不会醒来的国度。他追求的本来就是永恒，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做到了。他的名字叫秦始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的陵墓是地球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你知道吗？如果把秦始皇陵和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帝王陵墓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规模简直是碾压级的。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底边长约230米，高约146米，看起来很壮观，但秦始皇陵的封土堆原始底边就有500多米，而地下的陵园面积更是达到了56平方公里。胡夫金字塔的建造动用了大约10万工人，花了20年。秦始皇陵动用了70多万工人，花了39年。金字塔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石头棺材加上几条通道，而秦始皇陵里面是一整座微缩版的帝国，有宫殿，有军队，有江河，有星空，有机关，有水银。坦率地说，两者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印度的泰姬玛哈陵是世界上最美的陵墓之一，但它的建筑面积只有约17公顷，而且主体建筑在地面上。秦始皇陵的主体全部深埋地下，占地56平方公里，相当于3000多个泰姬玛哈陵。1987年，秦始皇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理由之一就是它代表了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表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过，不看金字塔不算到过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到过中国，而兵马俑只不过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零头。如果有朝一日地宫被完整揭露，它带给世界的震撼将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临潼，登上秦始皇陵的封土堆向下眺望，他们脚下35米深处就是那座传说中的地下帝国，可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它。这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感觉，也许就是秦始皇陵最大的魅力所在。它就像一本被锁住的书，
你知道里面写满了惊天动地的秘密，但你打不开它，你只能透过书页的缝隙隐约看到几个字，而这几个字已经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疯狂了。而我们能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让他继续安睡在骊山脚下。他已经等了2200多年，不差再等1000年。